蓝精灵又开始，我只要一录像，他就得拿着他那玩具在那玩儿。你看又开始了。捣乱不就是？蓝精灵，片场请安静好吗？你为什么我不录像，你不拿起你的玩具来咬？你非得我一录像你就咬？没关系，不理他。大家好，这几天 Vegas 比较冷啊，最冷的时候晚上能到-1度，所以我们今天来做羊肉炉。那这羊肉呢，依旧是从林大哥农场带回来的带皮的羊肉，我已经焯过水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进入制作，来做咱们台湾的这些经典料理，过冬三宝已经非常的轻车熟路了。今天我们用的是慢慢带来的黑麻油啊，还新的呢，没开呢。好，我们锅里倒入麻油，然后我们开火，然后我们开火。你们两个干嘛在这儿？不用倒太多，倒一丢丢就好。这个打开。蓝精灵，你在跑啥呢？就是慢慢来给他灌的，你知道吗？他慢慢来，他就站在这儿等吃的，等各种。平时我做饭呀，蓝精灵不会在这儿坐着，因为他知道我给的都是菜，他不爱吃菜，都是壮壮在这儿等着。但是慢慢来了以后呢，他就会给他吃蛋呐、吃豆腐啊，吃煎的豆腐啊这些。我们现在把姜片放进来，姜片给它慢慢的煸一下啊，不需要煸得太干，不像姜母鸭，它需要煸得特别干，它只需要把它稍微煸香一下，我们就可以把羊肉放进来。羊肉是我提前焯过水的。我感觉我最近做了几次姜母鸭呀、羊肉炉啊，还有烧酒鸡啊，我基本上能掌握到就台湾这几个经典名菜的一个主要的灵魂和它的一些技巧了。好，我们现在稍微冒烟，我们就把焯过水的带皮羊肉放进去，看看咱这羊肉多漂亮，带皮的哟，带皮的羊肉，让它慢慢的煸香，带皮带骨。你看咱们这个排骨，羊排。你知道很神奇的是啊，在美国买羊肉，你是永远不可能买到带皮的羊肉的。你要不然就是羊腿肉，要不然就是羊肋排，对吧？从来不可能买到带皮的羊肉。我知道带皮的羊肉呢，还是在台湾吃这个羊肉炉的时候，大家都说你一定要点带皮的羊肉，要带骨的羊排，那是最好吃的部位。你记不记得咱们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点的那个羊肉都是不对的？后来不会点，对，不知道要点带皮羊肉，然后随着去台湾的次数越来越多，我们就知道怎么点了。然后刚好在林大哥家就可以买到带皮的羊肉，我觉得就还不错，因为好像其他的地方都没有，买不到，超市里啊都买不到带皮的羊肉。我们的羊肉稍微给它煸香，然后我们今天用的是羊肉炉的专用药包啊。我们待会儿炖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把它炖进去。做羊肉炉呢，我当然还是要用我的好朋友这个高压锅。这高压锅真的是非常好用，我们家所有的小家电里边，它还有扫拖一体机器人，还有大同电锅是最忙的。每天就是炖肉就是用它，然后大同电锅可以蒸一切，我觉得就是已经取代了我所有的蒸锅。再就是每天非常忙的扫拖机器人，真的是解放双手。这3个实用小家电，我觉得是提高生活幸福感、解放双手的好物。散着的药材呢，我们就把它放进来，然后我们把它加入1瓶米酒。是公卖局的呀，咱们对呀，公卖局的，咱们在那个华人超市买的，公卖局的。我们现在只吃公卖局的。只吃公卖局的，但是这个不是米酒头，而且这个没有盐。我们把这1瓶米酒倒进去以后呢，稍微的让它激发一下这个药材还有酒的香气，稍微的炖煮一下。
会吃米酒的人是不会吃带盐的。是，的确是。我们现在就是会吃米酒的。我们现在就是会吃米酒的，就不吃带盐的，自己调味就好。这边的高压锅呢，我把它药包打开，放进去，然后倒进去我泡的香菇，还有这个泡香菇的水。你这个是台中的香菇吗？是啊，是台，当然是台中的香菇了。我们现在对食材要求很高。我们现在对食材要求非常高，每个吃的所有的东西都要有来源，都要就是非常厉害的来源才行。富贵现在很牛逼，富贵现在觉得自己很厉害，懂很多，还能说出来，关键还能说出来，对，这个很厉害。羊肉和米酒炖开了以后，我们就把它挪进，哦，好香，它这个米酒和麻油的香气非常的重，然后把它挪进高压锅。然后我们往里加入足够的热水。呀，那个中药包的味儿都出来了。对，因为它和那个米酒激发的那个香气嘛，就都出来了。红枣和枸杞最后在煮的时候再加，剩下的这些药包啊，还有香菇水，还有肉，还有米酒，全部都下去。我们给它高压40分钟。因为这次的羊肉炉里呢完全没有盐，我也没有加酱油啊什么的，所以我调了2个蘸料。一种呢是青花椒沙茶酱，加了酱油还有葱花。那这个青花椒沙茶酱我认为特别好吃，它是在台湾的 Costco 买的。但是呢，这个沙茶酱我发现它只能作为蘸料来吃，因为它作为蘸料的话，它的青花椒的香气会比较浓郁，但是一旦把它做熟了或者加热了，它这个香气就没有那么浓郁了。那第2种蘸料呢，就是很经典的豆腐乳、豆瓣酱加米酒头，然后上面我还加了一点我自己做的油泼辣子的辣油，还加了点香菜，这就是今天的2个蘸酱。配菜呢我也准备好了，因为羊肉比较燥热，所以我配菜里边就加的海带还有冬瓜。然后还放了点贡丸，还有冻豆腐，这边是豆苗，当然还有必有的豆腐皮。这个豆腐皮呢也很有趣啊，也是我去台湾吃了几次姜母鸭呀、羊肉炉以后才知道，台湾的豆腐皮是长这个样的。这个其实和我们的响铃卷是不是差不多是一个东西？因为我们的豆腐皮呢，它都不是炸过的，它都是平整的豆腐皮，不是这种的，所以我觉得还蛮有趣的。高压锅也炖好了，现在等它放完气，我们就可以吃饭了。小时候总是觉得这个高压锅特危险，有没有？就一听高压锅就觉得心里发颤，因为时不时就会听着谁家高压锅爆炸了。那现在有电高压锅以后，就真的是生活小帮手啊，不仅节省时间，还安全可靠。羊肉炉可以上桌了，肉还有啊，然后慢慢煮，慢慢熬。喝什么？我喝我的小喝。小喝，你喝啥？我喝我的，还剩这么点儿。但我我喝不完。富贵喝他的高粱，我喝我的黄酒。小喝。因为我觉得有点冷，然后这个是我刚才加热过的，喝的是我在普里买的状元红，女儿红已经都被我喝完了，现在今天把这个状元红也喝完了。小喝。小喝。放在上面来，我调了2个蘸料，一个是青花椒沙茶酱，一个是沙茶酱好吃。沙茶酱好吃是不是？豆腐乳就是咱们平时吃什么姜母鸭那豆腐乳。豆腐乳有点咸。有点咸，我加豆腐乳加的多，为啥你知道吗？我还加的豆瓣酱，因为咱们今天这个锅里边是一点盐味都没有。哦，那个米酒是没有无盐的。无盐的，然后我也没有再加调料什么的。就完全是纯没有蘸料，就纯靠蘸料来调味了。我这个沙茶酱好吃啊！沙茶酱我也特爱吃这个青花椒沙茶，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我发现这个沙茶酱、青花椒沙茶酱不能加热，加了热以后，它那个青花椒的那个味道就没有了。它作为蘸酱，就是它就直接吃或者调点什么生抽作为蘸酱，我觉得还可以。但一加热，像一炒菜，加热过度的话，它这个花椒的味道就没有。就像我们比如说炒菜的时候加花椒油，都是要在最后才滴一点花椒油，要不然煮一煮，它那个花椒的香气就没有了。你期待吗？
我就是你做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没有期待，但是做完了，随着在做的过程当中，随着香味儿出来了，越来越期待，越来越期待。我们今天想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啊，吃着咱们羊肉卤，聊一个吃素的话题。先吃2口肉，先吃2口肉，再来聊吃素。对，这是我们这几天的一个感想，一个感受。好久没有喝高粱了。我好久没有喝黄酒了。我天冷的时候，我喜欢喝点热的黄酒。好久没有喝高粱，是因为曼曼他们来，曼曼他们不喝白酒，所以我每天都是喝葡萄酒啊，或者是 whisky 啊之类的。你知道我特别想，有机会咱们再去趟响螺雷，试试那个烧酒鸡，看看过了2年以后，那烧酒鸡我到底能不能吃下去？对，我觉得没准咱们行了。我没有这个冲动，我觉得我还是不敢吃。但是咱们自己的全酒的我都吃了，为什么他的我还是不敢吃呢？因为响螺雷的他那个米酒，我感觉好像是他们自己酿的，或者是怎么着的。对，它不是那个米酒，那个公卖局的。公卖局的，我觉得是有可能。我觉得那个米酒搞不好可能都不止30多度，50多度了吧？得。反正肯定挺厉害的。不知道，反正那个是第一次吃，吓到我们了。但是事隔2年，咱们能喝酒了呀。也是啊。可以去试试。你以前你也没有喝过高粱啊，是不是？你也没有喝过米酒的，做的东西啊，有道理，没准就游刃有余了。游刃有余，它是在哪儿啊？台东。台东。响螺雷。响螺雷，原住民音乐餐厅，我永远都记着那个名。它是卑南族。卑南族嘛。带皮羊肉。这个羊肉的皮，它和猪皮还不一样，它比猪皮要薄，要瘦。就是猪皮它吃起来就是不敢吃肥肉的，它其实不敢吃猪皮，因为它太腻了。但是羊肉的皮呢，它又很薄，它又保持了那个糯糯的那个肉皮的那个韧性，还有它的这个胶原蛋白充满的感觉。哎，我觉得这个不加盐的好吃，就是你要想，比如说你想咸一点，你就蘸这个豆腐乳。等我们吃完饭，咱们和大家好好聊一聊。到底吃肉还是吃素？以后，你这一下，大家就看到这儿就直接关了。我们这次，海湾的好朋友曼曼和卡哥来嘛，他们是吃素的，然后也是宗教素。然后呢，他们来之前，其实我们2个还挺担心的，因为我之前呢，收到过一个评论啊。就是说，哎呀，你太恶心了！吃羊肉还要去农户家，就去林大哥家去杀羊回来。就这个评论呢，我其实是让我反思了一下。我就在想说，我吃肉的这个动作，还有从林大哥那边买羊肉的这个动作，是不是会让一些吃素的人不舒服？曼曼和卡哥要来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还蛮担心，因为他们是吃宗教素嘛。但是其实曼曼和卡哥他们就是非常的 open-minded， 他们也不会说就是把他们的宗教和把他们的信仰强加于我们，他们会说你们想吃肉你们就吃肉，只不过我们吃素就可以。像我们在台湾和他们一起吃饭啊，也都是一样的，就他们都是很随意的。然后我就想到了说，其实要尊重每一个人的吃饭的习惯，不要把你的道德标准啊，你的信仰强加于别人，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第二呢，他们来住了2个礼拜，我和富贵儿跟着吃了2个礼拜的素，让我们大为震撼。因为我们一开始就觉得吃素就是吃草，然后就在想说这2个礼拜有可能我们2个会过得挺辛苦的。一点都不辛苦啊。每天我们就盼着慢慢做新的菜，因为他这14天完全没有重样过，而且做的每一道素食菜都非常非常好吃。因为你知道在美国不像在台湾，就是能买到很多素食的一些豆制品，它能做出很多花样来，然后你可以做着吃，就它吃起来可能不会那么无聊。在美国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多的机会买到这些各种形式的素食产品，但是我们这14天完全不馋肉。一点都不馋肉，我们2个都就是晚上都会就在想说怎么回事，就是我们俩因为是虽然也不能说是非常的爱吃肉，但是我们2个我做饭平时都是要有搭配的嘛，有肉有菜有蛋什么都要有，然后14天完全没有吃肉的情况下，
一点儿不馋肉。富贵还想说以后我们就是每周找那么几天就吃素就好了，因为做素菜非常简单，搅搅拌拌就熟了。然后也不用说炖啊、去焯水啊这些，就是其实也能省很多的时间。然后我就思考了一下，我就在想说，我们的身体里是不是不需要那么多肉？就你在你的蛋白质足够的情况下，油脂足够的情况下，其实我们不需要天天吃肉，是不是这样的？就我没有科学根据哈，但是就以我们两个的，就是对这2周完全吃素的一个感受来说，就是如果在蛋白质和油脂足够的情况下，是不是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不需要吃那么多肉的？其实我们最近就是中医，还有西医都在跟我们说，都是建议说你少吃红肉，对，少吃。就你要想吃肉的话，就是吃点鱼啊，吃点鸡肉之类的，白肉之类的。对，曼曼和凯哥走了以后，我们2个会觉得以为我们之前会以为说我们第一顿肉我们会很期待，闻到这个肉香味儿，我们会觉得狼吞虎咽吃。结果他们走了3天，我们才吃的第一顿肉，完全没有说馋肉馋到就是不行了，我就必须得做个什么肉菜来填补一下我这2个礼拜的空虚。其实我可能就是吃素食的，你看我做那些菜都是素的。而且你是吃宗教素，蒜也不加，葱也不加，就是你没看大家说你做的那个圣诞大餐都一个颜色，我说不光一个颜色，都一个味儿。所以就是引发了我们2个思考，一个就是第一，尊重每个人的饮食的信仰也好，就规律也好，不要把你的信仰强加于别人。像曼曼和卡哥给我的感觉就是完全没有让我们觉得有在吃肉吃素方面有压力。像他们其实是锅边素嘛，就其实盛过的那个锅的就比如说有肉啊，有油星啊，其实也不行。但是慢慢说没有关系，洗干净就很随意，就让我们觉得，因为我一开始的感觉，除了那个留言，还有就是有些在网上看那些吃素的很极端的分子，就比如说你在点那个 drive through 汉堡的时候，就会有人直接就过来说你不应该吃肉，不应该什么，就网上很多这种就吃素很极端的人让我们这些肉食动物从心理上就很抗拒吃素。其实我觉得人可以适当的调节一下，比如说像我们，你看每次咱们做菜都说今天肉是什么东西，就是做菜里面今天做什么肉，就我们其实可以1周，比如说我们吃3天或者4天的素食，因为你就是豆制品嘛，蛋白质嘛，蛋白质要够就够嘛。富贵这几天学了很多新知识，觉得蛋白质不够，所以才饿；油脂不够才饿，所以他现在就知道蛋白质要够。但我是觉得像曼曼做饭，其实油脂是够的，因为他并没有说就是做饭完全就是很清淡，就是很少油的那种，他都做的很好吃。像我们特别爱吃的那个猴头菇爆蛋泡蛋，那个太好吃了。我们要求至少吃了5次，至少5次。然后他走之前还给我把我们家剩下的猴头菇都给我处理好，然后泡好蛋，都给我煎好，然后放到冷冻里，就我吃的时候可以加热就直接吃。还有那个就是剥皮辣椒、苦瓜，对，还有那个梅干菜都很好吃，太好吃了。对，然后因为曼曼他们是宗教素，所以他们吃不了辛辣的东西，就是蒜呀、葱啊、韭菜这些都不吃，所以他们的调味儿，他们是用香椿酱，台湾特有的一种香椿酱，然后我就觉得很好吃哎，它那个香椿酱非常非常的香，就是它是替代了这些香料的。它是那个香椿，是咱们那个香椿，但我们吃香椿都是就是吃活的香椿，就不是活着香椿，就是新鲜的香椿，然后就是炒蛋啊什么的。他们好像台湾的是香椿酱比较多，猴头菇泡蛋它里面也是加的香椿酱。然后像一些比如说炒的那个菇，我这次真的是学到了很多菇的做法。就那些金针菇，它做成那个金针菇松，它炒干以后，还有很多菇炒干了以后，它的香气非常浓郁，非常好吃，就根本就不会是我想象的那种吃素是那种清汤寡水，然后吃完特空虚的那种感觉，完全没有。你看咱们做那个所谓的烤肉，就烧烤，它那个烤是把油烤出来的，太好吃，因为它那个猴头菇泡蛋，但因为猴头菇它挤干了以后。它是跟海绵一样，它泡在蛋液里面，它的蛋液里面是有那个香椿酱，还有各种香料，吸收了那个蛋液变大以后，然后它煎，用油煎，
煎完了以后，它那个里面其实就吸满了油，你烤的时候它就能烤出油来，就真的就和鸡屁股烤卡称是一模一样。你就不注意，比如你要喝多了，你吃你就觉得这就是肉。对，而且就真的很香，特别特别的香。所以我们就是想和大家讨论一下，就在座的咱们观众肯定是有吃素的嘛，然后不管是基于对身体好啊，或者是基于信仰啊，甚至是为了环保，就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就是这个吃素的话题，大家对于这个人到底需不需要吃肉，到底吃肉的频率相关话题可以讨论一下。我们第一次吃素食其实也是在台湾吃的果然会啊，对，还在曼曼家吃了一顿就特别大餐，他自己做的那是第一次吃曼曼做的素食嘛。你还别说，就是他们走了以后，我还挺想念他做的素食的。对，他今天还跟我说呢，说哎，曼曼之前教没教你他做的什么什么什么，咱们哪天也做一次吧。我说没事，我说你想吃什么你点完了我发 like 给曼曼让他教我，真的就是很神奇，很神奇，因为我们两个其实真的就是完全不是个素食主义者，就原来就是必须得吃肉，但是就没想到就是这14天以后，就完全我们对素食有一个非常大的改观，然后我们心理上也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觉得还蛮有趣的。虽然我们现在在吃羊肉卤拌，当然还是因为那个留言呀，让我就是想要引起这个话题来，要尊重别人的饮食规律、饮食信仰，就是呼吁大家勇敢的去尝试素食。就是它不难吃，它真的不难吃。就是如果这个东西对你的身体好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勇敢尝试的，就不需要因为一些根深蒂固的一些怎么说呢，不好的一些引导一些例子，就是我们就是拒绝来尝试这些可能会对我们身体有益处的一些饮食方法。当然我觉得其实 vegan 其实是不好，像曼曼他们是蛋奶素，我觉得蛮好的。蛋奶素因为它蛋和奶它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嘛，他们为什么说既是宗教它还能吃蛋奶素呢？那它这个蛋呢，它就是没有受精的蛋，所以它没有扼杀一个生命。那奶呢也是不是说扼杀一个生命才得来的嘛。其实以前很多人对素食的理解都是，你比如说寺庙里边你吃斋饭那不好吃啊，就是素食，对，那个就是真的是清汤寡水，对，就是比如那个菜就是煮的，基本上没有炒的。对对对，咱俩就是两个方面啊，像富贵一说素食就是寺庙里的斋饭，那我因为就是出国时间比较久，所以我的一说素食就是老外的那种沙拉，凉沙拉。我们这次和曼曼和生活这2个礼拜完全颠覆我们的认知，对，就素食原来可以这么好吃，可以做的这么多样，所以我接下来我要好好研究研究这个素食食谱了。对啊，你素食也可以做披萨，你也可以做日餐。对，但是也不耽误我吃这根特别好吃的羊尾巴，这个羊尾巴真的很好吃。你不管是什么样的饮食结构，你的这个营养都要平衡。你就算吃肉，但是你一定是要有蔬菜的。我发现他们走了以后，我觉得咱们特别能吃鸡蛋。对，我们家原来啊，就是一盒鸡蛋12个的鸡蛋，1个礼拜2礼拜都吃不了，因为我们有肉嘛。然后慢慢来了以后，我们就发现就是我们的鸡蛋下得特别快，豆腐下得特别快，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挺好的，鸡蛋和豆腐也比较好料理，也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对，我本来就爱吃豆腐。这又延伸到了一个什么呢？就是有很多女生或者男生谈恋爱的时候就想要去改变他，改变对方，就是你要按照我的想法去做，你要按照我的生活方式去做，其实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必要去改变别人，因为每个人都是这么长大的，他有他的生活方式，他有他的家庭背景，你就是不要尝试去改变别人，你尝试去改变别人，这个关系一定会破裂。而且你也不要评论别人对与错，就像你刚才说的，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吃肉，他不喜欢吃菜。如果你是一个医生，你可以从医生的角度说，你要多补充这个青菜啊什么的，对，补充这些东西。但是你作为一个普通人，你不要去评判别人。我觉得每个人自己的道德标准，你只需要要求自己就行了。对，我们吃点菜吧。总结一下，多吃青菜，绝对没有坏处。对。然后夏天多吃西瓜。当然了，西瓜你要选有好有坏啊。如果有花莲西瓜，那就更好了。行吧，就这样吧，拜拜，朋友们。